今儿啊，我让一姑娘给笑死了啊！有些人呢找对象，那都是找怼的呀。她说自己有一个谈了3年的男友，哎呀，特别没有上进心啊，快30的人了，一个月拿着8000的工资，除了2人吃喝，那真的连个毛都剩不下。她想买个包包，买个化妆品啊，那都买不起啊。她又想着自己身材又好，长得又美啊，那跟个没上进心的人，那不太亏了吗？就跟我咨询打听啊，她在相亲市场上能找个啥样的？有没有条件更好的一些？哎呀，补充说一下她男朋友的情况啊。28岁，本科学历，在国企的管理岗，月薪8000左右。父亲啊是个医生，母亲是个教师啊。这家是南京的啊，南京市里有2套全款房。我一听这男方条件还可以啊，我问他什么条件，他说呀，28岁，在超市做库管。哎呀，听着也是管理岗啊，一个月2000多点，忙的时候加上业绩啊，能得到这3500。父母在农村务农，家有自建房3套，独生女。我听完着实是有点震惊啊。姑娘，你说的对啊，你男朋友啊不仅没有上进心，还一点都不像老爷们儿。1年10万，国企工作，父母双退休啊，有车有房还2套，居然找了一个农村妹，一个月2000，还得给她买包包买化妆品，还好心供养了3年。你这不就是没有上进心吗？啊，咱能不能有点追求？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一样？这姑娘是好赖话听不出来呀，跟我说呀，我闺蜜啊，那男友无敌了啊，28岁人自己创业，1年轻轻松松入账50多万呢。她亲戚家的表妹啊，那嫁的是企业高管啊，又有钱又有权呀。到她了，哎呀，嫁个月薪8000的男人啊，心里是越发的不平衡啊。哎，听完我就跟她说，你看你这比的都是些快30男人，你应该比人家比尔盖茨啊，21岁就创办微软，扎克伯格20多岁就是顶级富豪，那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啊，28岁就已经赚取了数千万的美元。你男朋友都快30了，还默默无闻呢，你就想着，哎呀，拿着月薪8000的工资，明显就是能力配不上你。听我的啊，分了吧。这姑娘反过劲儿了，问我说，哎，你是不是说反话呢？我说你自己品吧。她说呢，想趁着自己还有2年的青春啊，找个靠得住、有潜力的男人托付终身。我问她什么是有潜力啊？她说这市中心啊，有车有房全款啊，年薪30万以上，独生子，个子高，长得帅。哎呀，姑娘，你想把自己托付给这种男人，哎呀，想想我也想啊，可人家也得收吧。你所谓的托付是想靠着男人养你一辈子吧？哎呀，不工作，不还房贷，不还车贷，一天天还能美滋滋的各大商场去 shopping， 美其名曰的爱情啊，其实就是压榨。她说她自己也有优点啊，长得漂亮，男人见了都会喜欢上。我一听拉倒吧啊，有这条件的男人，人家要么找个家庭条件相当的，要么找个工作匹配的，要么找个就年轻漂亮的，你哪个沾边啊？合着相亲市场了就你一个女的呗。昨天一个98年，你说啥？你哎呀，长得真好，刚毕业就来找对象，人家不比你年轻漂亮吗？择偶要求啊，男方有车有房，接受贷款，学历本科，年薪10万就可以，想着2人一起奋斗啊，什么都会有的。你瞅瞅你啊，想来相亲你也得有点那个啥数吧？几斤几两都不看看吗？你负责美貌如花，他负责赚钱养家，人家是赚钱越来越多，你这朵花却慢慢的凋谢。如果身上没有利于他的输入价值啊，我想着人家该换花了吧。有些人你就想不明白他到底要干嘛啊？谈感情就喜欢看着锅里吃着碗里，骑驴找马这事啊，那是王八犊子干的。你要是相亲啊，你看不上人家条件啊，眼高手低啊，你直接给人拒绝了，那没人说你道德。你说说啊，你都谈了好几年了，突然要权衡利弊一下，哎呀，我男友这条件是这不行那不行，这配不上那配不上的，还没点自我认知啊！你这条件明明就是配养猪王老五的命，哎呀，偏偏认为自己就是镶金带钻的。还有那些说别人没上进心的啊，你直接点说你钱不够花不就行了吗？扯什么上进不上进的，哪那么多事啊？好了啊，散会。作为一个久经婚恋沙场啊，近10年看惯了男女那点事的老阿姨啊，今天就给那些还处在花骨朵阶段的未婚男士们一点啊择偶建议：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结婚啊？当然，你要觉得我说的是屁话啊，那你就赶紧绕道走，哎，要不然我得让王八撵你。这结婚和谈恋爱完全是2回事情。有的老爷们来找对象也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就要漂亮的、身材好的，拜托，咱能不那么俗好不好？你选人结婚呀，那是要过30-50年的。好看呢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相貌只会是一件加速贬值的物资。你要多看看内在品质。结婚呢，你一定要找一个让你相处舒服的，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尊重你人格的女人。如果有先后顺序的，那一定是3观、能力、家庭以及这个教养，最后才是颜值。给大家几个建议啊。这第一，消费观很重要。跟一个女人谈恋爱，你一定要搞清楚她的消费观念以及消费习惯，有没有存到钱呀，以及平时是怎样去处理钱财的。我见过好多个小姑娘啊，那家伙真的手里啊这信用卡10多张的都有，自带 POS 机啊，刷卡倒卡，你说吓不吓人？
第二个呢，一定要看一下对方的原生家庭啊，看看他母亲的这个作风啊和素养。如果他的母亲给你的观感不太好，那就不要去。看看岳父的这个生活状态，你就能知道自己下半辈子会是什么样子。第三呢，最好是做婚检，再出个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报告，这个呀很重要。你不仅要自己找老婆，你更是要给父母找儿媳，给孩子找母亲吧。这几项任何一个不合格呀，都不要结婚的。第四呢，就是结婚前呀，给女人花钱这事儿，你要知道什么是双向付出，不要找那种谈恋爱一毛不拔，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的女人。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女人，她会懂得付出的。想想就觉得有些哥们儿那是，哎呀，真的不容易啊，那是天的呀，好吃好喝的伺候着，礼物呢嫌破，转账嫌少的，这钱扔在马路边给要饭的，那最起码还能回一句好话，一句谢谢呢。第五呀，如果你家庭条件不错，那就不要找家境条件差的，也不要跟家境条件差的谈恋爱。不要抱着哎呀我喜欢他就可以，我不在乎家庭条件，千万别有这种想法啊！门当户对这事儿没毛病，你呢也不是救世主，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这第六，如果不是那种爱到哎呀非你不娶了，一定要看对方的身体健康。你想想，这结婚30-50年，这遗传病、精神病、传染病、性病等等方面，别跟我说什么哎呀现在科技进步了等等，一旦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基本就是个无底洞。如果后代再有问题的，那你的婚姻家庭幸福基本都无从谈起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健康甚至比人品都要重要，毕竟这人品都是抽象的，而且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人品也都那么回事啊，好也就那样，不好也就那样了。第七呢，就是追女孩的时候，如果她说我慢热，马上就走；我脾气不好，也马上就走；说我父母养我不容易彩礼就是要你的态度等等，马上就走；说我不图你钱，只图你好的女人这类女人得费眼力劲儿你没个高情商和忍耐力的，也马上就走。好这东西是最费精力的，谁都不能保证一个人呢会一直对另外一个人好。另外，你界定不了他所谓对他好的点，情绪价值这玩意儿太抽象了，9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更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所以他其实想要的并不单单只是对他好，他可能会要的非常非常多，多到你根本就给不起，可能他也配不上。不要被恋爱甜蜜期的这种上头给迷惑了，那些都是假象，并不是生活的常态的。如果真的要在一起适当的宠爱可以，但是宠爱不等于惯着。任何试图蹬鼻子上脸的女人，让她 go out。最后想说呀，男人多奋斗一下事业，多攒钱，女人呢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定要多看看人品。性子过于暴躁的不要找操不起那心的，行事不计后果的也不要找，败不起那家。有严重不良嗜好的不要找，比如赌和毒。有男闺蜜的要谨慎找戴帽领证那不可取的。有明显信仰冲突的不要找，再怎么努力顶多就是个万年老二。重度女权、动保还有饭圈的这个人士谨慎选择，能活带崩你的。婚姻与你想象当中的不同更多的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还有束缚以及责任，两人都浪，日子难长。爱情不是婚姻的基础，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才是。愿每一个真诚对待婚姻的人最后都能够被婚姻真诚以待。加油吧，宝子们！哎呀，麻烦现在的闺蜜你都对得起闺蜜这个称号吧？你们不是劝离婚就是劝分手，你真的是人家好朋友吗？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闺蜜闪婚她劝人家冷静，结果呢人家把她给拉黑了。她今年35岁未婚，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38岁了也未婚，是一名会计。这五一出去旅游认识了一位30岁的男士，就小了8岁嘛，工程师两人认识了3天确认关系，谈了1个周就开始同居嘛。这个月呢，人闺蜜就跟她说两人领证了，听得她是一愣一愣觉得不可思议。她就劝着闺蜜一定要冷静的想清楚，这闪婚的结果呀，它就是闪离。人闺蜜说自己已经领证了不可能离婚的，说这个闪婚呢，她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呀。她就脑子缺根弦，给人举例子，谁闪婚不久就离婚了，听得这闺蜜也挺上火的，回去就给她拉黑了。说两人以后不再是朋友，不再联系，把这姑娘给气的好心没好报不听劝早晚黄。听完哎呦我去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这话没毛病。那结了婚的老爷们儿有关注我的，你们想想自己周边有没有这类闺蜜的经验我就不多讲了。这种闺蜜真的是有毒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处处看你热闹。人家都38岁了，这个年纪能遇到个头婚还小了8岁的，你管人是不是真爱？反正人家就是比你命好。人都领证了，你还去说人家坏话，给人拆台，你咋就那么膈应人呢？咋的？就得找个
差不多年龄的啊，离婚拖家带口的，你就觉得舒服了呗？还是拖到40岁没嫁出去，你作为闺蜜你就开心了，是吧？她跟我解释说呀，闪婚太快了，没了解一个人就结婚啊，这婚姻肯定不靠谱。哎呀，可拉倒吧啊！婚姻靠不靠谱，它不是时间问题，那是人的问题。有多少3天也领证的，过的人家也很幸福呀。有多少3年领证的，照样有很多过得一地鸡毛的。有些闺蜜你们要听清楚啊，这人教人呢教不会，事儿教人呢一遍就会。她过得幸不幸福，自然有这件事情来给她结果教她，你就少管了。人家就算撞了南墙不回头，也跟你没有关系。她说我不放心，哎呀，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不希望这个闺蜜跳火坑。我听着就觉得忒假了吧？你啥心思你自己琢磨。好的闺蜜啊，也没你这样的。你替人家想想，以她这个条件，在相亲市场上都没有多少头婚能够要的了。拜托呀，38岁了，说点现实的，同龄离婚的男人，但凡条件好一点的，都想找个30岁的。你闺蜜是不会变老，还是家大业大能躺平3代的？就这年纪能遇到个小8岁的小伙子，哎，个子高，长得还帅啊，不嫌弃他年龄大，还愿意跟他领证的，你问问多少男人敢这么做的？人小伙子相亲市场是缺人吗？那张爱玲说过那啥啊？我忘了，反正人这就是爱情，显得你搁这中间当好人了啊。人俩人都领证了啊，搁这喜事跟你说呢，你怎么就那么丧么人啊？闪婚还得离的。这姑娘听了就开始说啊，这男人这不好那不好啊，又是长得丑，又是家里条件差的啊。哎呀，听得我都很烦。就算他过得不好，那狗血剧情啊，那被出轨了，被嫌弃了等等，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你担心呢，我理解是出于情分，但是你别逾越你们的关系。他是38岁，不是18岁，也不是88岁了。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不是没有权衡利弊过的。你怎么就敢说人家遇到这个就不会幸福啊？婚姻啊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过得好的话，别人可能会知道为什么，但过得不好，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的。所以呀，奉劝那些老婆嘴啊，安分守己一点，多管管自己，别到时候手伸的那么长。更何况你闺蜜是满心欢喜的跟你分享结婚喜悦的，希望得到祝福的，这个时候聪明点，送上自己的祝福，她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陪伴，不是你掺和一脚啊，弄得你自己也里外不是人的。哎呀，我就烦这种人，烦死了！上午一位32岁离异带娃的姐妹来找对象啊，哎呀，我让她气的那差点没给吐血啊。我问她想找什么样的，哎，她说这个人呢，稳定工作，年薪30万以上，彩礼28万呢，要求市中心得有房子120平以上，全款而且得加名。带儿子改嫁，嫁人之后啊，不能上班啊，要负担女方的一切生活开支啊。我一听完啊，这血压直接就蹭的上去了啊。哎呀，我就瞪了一眼那池子里的王八，这今天这门啊，咋给我看的呢？我问这姑娘自身条件啊，她说是32岁，大专学历，目前在家待业嘛，也找不着工作。娃4岁，离婚呢，前夫净身出户，车房都给他了，母子俩呢靠着前夫给的这个2万块钱的抚养费啊生活。听完我就很无奈的摇了摇头啊，完了，又是一个把我这当寺庙啊梦游来许愿的。他说自己离了好几年的，哎呀，就是嫁不出去了，很着急啊。我说你想找条件好的，当然嫁不出去了，那本身你自己条件他也不咋地啊。他说我自己这要求很正常啊。哎呀，他哪个朋友哪个闺蜜哪个亲戚的，哎呀，好几婚的依然嫁得很好，说我鼠目寸光。哎呀，那是啊，那网上那些鸡汤多了去了，都是励志的。80岁老太太带重孙子出嫁，彩礼都能要个几十万的，你为啥就没嫁出去呢？好几年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觉得养不起自己和孩子了，就想找一个男人给自己提供居住和生活费。哎呀，真的是会做梦啊！这个男人就是一个大冤种提款机啊！但凡你独立一些，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帮对方啊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一味的只索取不付出啊，一定会有一个男人啊愿意善待你跟孩子的。要是你只是图人家条件，哎呀，还没一个做生意交换应有的操守，就有点太不要脸了吧？他听完觉得被打脸，有点疼啊，赶紧说呀，自己要求啊其实已经很放宽了啊，这男方如果真心对待他好的话，他也可以嫁。哎呀，可他这相了好几年了，还是没嫁不出去啊，他就愁啊。我一听，你要只是想嫁出去的话，哎，你赶紧去农村啊，那大把的光棍都等着你嘞。前2天有个女的，人家都3婚了，带2个娃，一点都不愁嫁，在那里啊，照样一堆人抢着认识的，这彩礼都要了38万，房子只写他自己的名。你这条件去了，简直了哈，那简直就是香饽饽啊！他一听啊，就跟我说，我怎么可能去农村呢？那给多少钱我也不去，那地方太破太烂了。行，你不去农村，你愿意认识那些有房有车离异带娃的男人也可以，照顾好老公，照顾好继子继女的。他听完呢还是不愿意，我自己都带一个孩子了啊，我男方再带一个，家里开销太大了，生活肯定过不好，而且我也没精力照顾人家孩子。哦，听完我是懂了，
你就是想找一个有车有房、工资高、高大帅气，对你还有你的孩子好的。可人这样完美的男人，你凭什么就认为他会想要认识一个长相一般、身材一般、还没个工作还带个男娃的你呢？给你养孩子是他自己孩子不香，还是他脑子瓦特了呀？他听完就很不愿意啊，说这人呢都是很现实的呀。那头婚的时候冲动嫁错人了，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那就想着二婚找个条件好的呀。我一听啊，你这年轻未婚的时候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这离异带娃就能找着了吗？咋离异还能给你镀了金镶了钻了？还是你有一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温柔在床的本事了呀？哎呀，要啥本事啥没有，别净想这想那的。为啥你好几年都没有找到，一点都没有数吗？你嫁不出去就别怨儿子，带儿子再婚过得好的多了去了。先有个自我认知啊，啥条件咱就配个啥条件的，不想就低也别攀高。你别净想着占人便宜，像你这么自私的，哎呀，娶你的人，这祖宗气的呀，他都得从坟头里扒拉出来，头顶在冒烟呢。他听完特别不爽，就不愿意嘛。我怕他掀我桌子，我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了他好一会儿，先回去找份工作啊，把孩子照顾好嘛。这世道呀，多靠自己才有安全感。好了，散会。整天听我讲这么多道理，咋还这么异想天开的啊？我得回家吃降压药去了，气得不轻啊。相亲圈里有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形象，而且也很讽刺人啊，叫见过蓝天的雄鹰怎么会爱上没有翅膀的草鸡？你搁大城市待过，你就看不上那农村的小破屋啊？大城市里坐着方便尿马桶，农村里你那蹲着那茅坑，心理落差那么大吗？这叫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啊，咨询我，哎呀，她又纳了闷了，为什么相亲180号了，就是找不着对象？她问我是不是她择偶要求很高啊？我一听完，好家伙，真的迪拜王子估计你都得瞧不上。这姑娘很漂亮啊，身高在170左右，身材很好，自己开了个培训班，哎呀，是学音乐的，从大学开始啊就没缺过男朋友。这有的男朋友呢给她买包啊，有的给买化妆品啊，有的管吃管住管旅游啊。最后啊谈了一位大了10多岁啊很有钱的男朋友，过了一段高于其能力地位的生活，两人一度谈到了结婚论嫁。当然时间不长啊，这位很有钱的男朋友承诺给她婚前买套别墅，再给她100万的彩礼，她很是激动啊，哎呦，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到达了一个巅峰啊，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谁知道两人就谈了有不到2个月啊，这位名都不全的男友提出了分手，理由是家里不接受他的工作。他就很无奈很伤心啊，觉得房也没了啊，100万礼金也没有了。你要知道，这有些人经历过高山明月，他是看不起那小桥流水的，被迫年龄大了，马上30了，那开始被家里人安排相亲啊，见了不下是几十位啊，没有一个合适的，那一个个理由都可以出书了呀！哎呀妈，都赶上我想出那个相亲那些事儿了。有的呢长得是跟李逵一样5大3粗，一点都不阳光；有的个子太矮，生个孩子他都得操心孩子基因不好；有的呢对他太抠啊，吃个饭都得点个盒饭的；有的不是自己条件差的，就是那爹妈穷的。难得自己喜欢啊那么1、2个，哎呀，不是嫌他年龄大，就是觉得他性格高傲不主动。反正啊，这一年相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呀。我问他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啊？他说要对他好的，条件好的。我问他什么才算是条件好的？他说起码是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存款得有个7、8位数吧。哎呀，我一听啊，姐们儿，现在多少人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怎么可能会存下那么多钱啊？他说我前任多么多么的有钱呀，哎呀，还要给我买房啊，彩礼要给我定了100万了。我要这种条件的。听得我啊反问这个姑娘，那最后为什么人家没娶你呢？她就有些结巴，哎呀，这个，那他是爱我的，只是家里不同意。听完姐妹儿，真的，你这个自我安慰、自我洗脑哈，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她说我怎么自我安慰了？他就是爱我的呀，不然怎么愿意出那么多的彩礼？我们还一起去看房子嘞。大家来听听啊，这就是为什么海王就那么招女人喜欢啊，因为会画饼啊。我是真无奈啊，姐妹儿，你是一点都看不清楚问题的本质在哪里。有钱人谈恋爱往往先看重的是他们的短期特质，比如说年轻貌美一推倒，对吧？可这个特质呢，多数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指数级的速度消失的。也就是说呢，有人找你谈恋爱，刚开始可能会喜欢你的肉体，在一起之后他会喜欢你的性格，之后呢他会喜欢你的才华，再之后会喜欢你的灵魂。如果你只能提供肉体上的满足的话，那只能是短则关系。结婚娶不娶你，那是要看长期特质的，一定是要看你的性格、人品、修养以及能力，还有你的家庭背景等等，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儿。也就是说呀，倘若你依然没有具备那些让他可以长择你的特质，你依然找不到的。这就是大龄生男生女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原因。你眼里的择偶要求啊，是远高于实际你的特质的，那呀，眼里就光剩眼屎了。这姑娘听完呢，起初表示不服啊，最后也被我说的是服服帖帖的。
我倒不是看不起他，而是见识层面的东西啊，总不能我跟你说公司人事管理的培养方式，你回答我三姑六婆谁家生孩子，这真的是有点沟通不来啊。尤其是奉劝那些曾经谈过很多优秀男人的姑娘和谈过那些漂亮优秀女人的男人，把过去都放一放吧看看自己现在还能不能配得上。你到底是见过蓝天的雄鹰呢，还是扑棱蛾子的家雀，对吧？人总是要有点自知之明，大白天总做梦，那不干活吗？